我20岁那时候，常常听到的就是女生的要求就是5C，除了一个可怜达得到之外，其他的我都达不到。既然都达不到的话，我就不会有这些幻想去追新加坡女生。我的角度就是 modern feminism 害死人了。来见我的30多岁的男士们呢，他们很多都是认为娶越南新娘呢会省时省力，不用花费很多的时间、金钱来追求一个女孩子。他们是希望通过婚介所在新加坡找到归宿的待嫁越南新娘。说起越南新娘，人们常会联想到年长男士，不过近年似乎也有一些比较年轻的新加坡男士通过婚介所到越南寻找另一半。今年33岁的 T 先生是一位科技专才，学历高，收入也高。根据他的观察，在夫妻关系中，越南女性会比一些本地女性更愿意承担照顾家庭的责任。目前单身的他在寻找结婚对象，除了通过交友平台结识本地女性，也通过婚介所寻找合适的越南女性。如果目标是要结婚 then OK 啊。如果找这种 bride agency 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其中一个方式 then why not。 From 我的个人经验啦，我是发现到有2种女生，年轻的女生我会感觉她们很自豪，所以就感觉很像你给她们欺负这样，整段感情都很累。就算我可以维持1年2年，肯定是不可能可以维持永远的，迟早会给她们甩了。年纪比较大的女生，我就感觉她们以前有那些创伤啊，所以扛着这些创伤来 handle 下一个感情，对我自己很不公平哦。这种谈恋爱是挺多挑战了。But the thing 是 ideal relationship don't exist。T 先生坦言，自己性格内向，在过往和本地女性约会后，经常遭对方冷落。他认为自己的求偶经历受挫，主要是现代女性的自主意识更为强烈。我的角度就是 modern feminism 害死人了。modern feminism 教导现代女性要强壮、独立、自我更生，可是 the values I see to make a marriage succeed 是2方面要有一定的 selflessness， 所以我觉得这种冲突会导致很多感情不能成功。64岁的郭希红曾是学校的训导主任，退休后开办了一家越南新娘婚介所。郭希红的发妻在2014年去世，让她陷入忧郁。过后，在孩子的支持和陪伴下，她通过婚介所认识了现在的越南太太。你看我老婆多么漂亮，真的是我也很感激她。为什么呢？她这么年轻嫁给我。另外一方面呢，她把我从谷底拉上来，因为她知道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一位太太来陪伴我。我的太太不是医生，不过她医好我了。在现任妻子陪伴下，郭希红逐渐走出忧郁，自己的经历更让她动念要为本地男性和越南女性撮合良缘。来见我的30多岁的男士们呢，他们很多都是认为娶越南新娘呢会省时省力不用花费很多的时间、金钱来追求一个女孩子。如果你在新加坡，你娶一个你要追求一个女孩子，可能3-4年之后，可能不一定娶到她可能是失败收场，所以你又再重新来过。不久前，一则17岁越南女子征婚的贴文在社交媒体上吸引了大众的目光，留言区里也瞬间炸开了锅。发帖人正是郭希红。贴文内容是：少女正在念高中，没交过男友，未来对象必须先跟她交往9个月，18岁之后才能结婚，征婚人士年纪不可超过36岁，月收入至少4800新元。这个我要澄清，就是这个17岁的女儿没有定下一个 criteria， 那个4800跟36岁的
海提文是我定的，我很怕他只有17岁，忽然间有一个48岁的、52岁的要娶她，如果我是不负责任的中介，我一定说可以。比如说她活到70岁了，这个女孩子17岁，她只有35，你要她守寡吗？如果有孩子又怎么办呢？我是认为新加坡平均的收入呢，应该是在5000以下，4800那个范围。征婚消息发布后，短短几天便有超过100位男士询问。让郭锡宏感到意外的是，有这么多新加坡男士的收入超过他设定的门槛，而且当中有这么多年轻人。郭锡宏相中一名他觉得品格正直的男士，与17岁越南少女配对。他透露，两人目前正在交往。所以后续呢，就是这个男的刚刚去了越南，见了这个女孩子，见了她的妈妈，所以他们还是要继续的。他是一个电脑软件的工程师，他是34岁，所以他每个晚上都要读书的，都是要进修的。所以在这方面，他是根本没有时间去找女朋友了。越南女孩子来新加坡，不是为了淘金，他们来的目的是要找到一个终身伴侣。当然，他们也希望帮忙到家里的人。如果你要娶一个越南新娘呢，你要考虑到对方，不要只是考虑到自己，而忘记了对方所需要的东西。Amy 是真爱越南婚介所的翻译员，她的工作是陪伴越南新娘前来新加坡，并为不会讲华语的同乡充当口语翻译。Amy 本身并不是嫁来本地的越南新娘，但她接触过不少同乡，了解他们为什么想要嫁来新加坡。越南女生要嫁给外国人是第一个他们想到新加坡的男生的。他们知道，第一，新加坡法律很好；第二，新加坡跟越南不是很远。然后还有新加坡，如果你嫁来新加坡，政府会给你们那个long term back， 他们可以去做工。以后他们生孩子，孩子就来可以住在新加坡，可以去读书，可以照顾孩子比较好一点。越南的女生在甘榜她结婚比我们在那个陈赫比较早。甘榜大概她结婚18到20、22，可是我在那个hồ chí minh还是hà nội那边他们25到35岁他们还想结婚。因为乡村没有受教育嘛，城市有工作跟教育，所以乡村没有什么事早早结婚嘛。林马克是 Amy 的老板，从事越南婚介所超过30年。根据他近年的观察，越来越多年轻男士选择越南新娘，这与网络时代的发展有密切关系。一般是比60%、70%以上是35到45比较占比较多啦。很早20多年前是55岁比较多，因为那时候55岁可以拿公积金，现在反而是35到45比较多。所以为什么越来越年轻？因为这个人花一点钱可以娶到老婆，为什么不可以？以前信息比较封闭，所以年轻人不敢冒险。信息开通了，年轻人敢冒险嘛？因为没有什么风险，只要花钱就可以得到东西，也可以说时代的进步啦。林志伟是一名实验室助理。10年前，他37岁时，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18岁的越南太太。林志伟表示，一开始并没有打算娶外籍新娘，但他觉得自己的外貌和经济能力无法获得本地女性的青睐。为了尽早组织家庭，他把目光投向外籍新娘。我20岁那时候，常常听到的就是女生的要求就是5C，除了一个可怜达得到之外，其他的我都达不到。既然都达不到的话，我就不会有这些幻想去追新加坡女生。漂亮的看不上我，不漂亮的我又看不上她。你找不到真正的爱情，当然就是只能买一段婚姻啊。他的要求也就是每个月300块的那个零用钱，
再加上每一年的一次飞机票，还有重要是不可以欺负他，要给他自由，就这样哦。所以他的要求基本上我都能满足，我们就2个达成协议就可以结婚了哦，就这么简单而已。我只能说，至少已经把人生过完一半了。我没有其他的要求了，只要我平平凡凡过完这一生，我的老婆能安稳的过完她的下一半生，我儿子过得好就可以了。很久才回来，OK， 所以我老婆每次跟我讲一句话，我很喜欢的：有钱有感情，没钱没感情。但是对我来说，这个是情话来的啦。我也很认同他说的道理啊。我能养他，我能照顾他，都是要靠钱。有钱，他留在我身边，一起过平凡的日子，大家都高兴。我没钱，或者是给他受苦，他觉得我不适合，他跑人，我也能理解啊。无论娶本地女生或者是外地新娘，我本身觉得互相包容是最重要的。如果你一开始就想娶越南新娘，最好不要带有偏见。一旦你带有偏见的娶一个外籍新娘的话，对她本身就已经不公平，而且你会觉得这段婚姻一开始就不公平的话，永远就不会有幸福。当你对着注册官说一句“我愿意”的时候，你本身就有一个责任。我认为责任最重要。既然你已经答应了，你就要做到这一件。真的蛮好玩的，只是我觉得我们沟通的时间太少。如果15分钟内你要我认定你是我未来妻子的话，就有点难了。福布斯健康调查显示，近80%Z 世代经历交友软件疲劳。我下载了2个星期，我就给删掉了，因为我就觉得，光靠文字跟图片不太能真正的认识一个人。我觉得线下认识会比较真实。线上交友热潮逐渐退去，更多年轻人开始另辟蹊径。Mine says, I don't know when, but mine says I've been on like 20 dates, and then you do like 1 date a month. Wow. Yeah. Wow, 20 dates. Yeah, it's a guaranteed every month you go out on a date kind of thing. Minimum effort, fair output. Why didn't they work out for you? I would much rather have someone like me than me like them tremendously. 越来越多年轻人对交友软件感到厌倦，又或者不愿支付高昂的费用去传统的红娘公司找对象。他们在选择什么样的线下约会模式？为找到答案，我首先尝试了 Copy Date。他们专为20至40岁的单身者策划1对1约会，每次约会的定价介于60至90元。配对成功后，会通过应用软件通知用户到指定的咖啡厅见面。通常你来到这个地点之后，你就可以打开他们的这个会员的 App， 然后它里面就会有一些关于你即将要见面的人的信息。在2个人见面的当天，它才会开启一个对话框，然后让你可以跟你要见面的人提前打一个招呼。如果你可能不想要打招呼的话，想要更早的了解到你到底要跟谁见面，你就可以看他的这个 app 里面有一些对方怎么样去形容自己。今天和我见面的黄润良使用 Copy Date 至今已有2年多的时间。Prior to Copy Date, I had like some like online dating like app. Which app do you use? Tinder, I use Hinge, and I use Bumble. Mine says I've been on like 20 dates. Out of these, let's say 20, I've had at least 6 or 7 follow-up dates. And then out of these 6 or 7 follow-up dates, I probably had at least 5 third dates. Why didn't they work out for you? At this point in my life, I would much rather have someone like me than me like them tremendously. So there needs to be a certain like same amount of appreciation for each other. And I guess a lot of times I like the girl more than they like me. So that didn't like
yeah, that wasn't congruent. Should we try the app? Let's- Like yeah. the pit. Why not? Would you rather lose all the money that you have earned, or 无所谓吗？如果你第一次来约会的话，然后你不知道要讲什么，然后就觉得有点尴尬的话，他已经提供给你一些问题、一些游戏，然后你就可能比较自在的就跟对方有一些可以你来我往的一些互动。 Cannot, but you don't want to answer. I think the experience so far has been good. It's a guaranteed every month you go out on a date kind of thing. So I lack the motivation to talk to many people and to schedule a lot of things and to juggle a lot of conversations at one time. So this streamlines the process, like minimum effort, fair output. 所以我刚才已经结束了这个 Copy Date 的体验，我觉得整体来说，它提供的那个 kit 是蛮好的。那它也有一些更深度一点的问题，可能如果没有它提供的这个 kit 的话呢，你不会主动去问对方的一些问题。它给我的感觉都更多是好像大家真的是在聊天，然后去了解彼此。There's this concept of love in different cultures. 而不是说我真的坐下来，我就是马上抱着一个很强的目的性，马上就要跟你开启一段关系。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更加喜欢这种新型的线下相亲方式。从2018年创立至今 ，Copy Date 已成功策划超过4万场约会。In today's dating age, especially in dating apps, every swipe is a potential fit, right? So this naturally gives rise to many individuals trying to over-optimize for their perfect partner. They tend to not prioritize lesser on the things that are harder to measure, such as your values. The primary factor is the idea of psychological closeness, where we look at similarities in terms of values, your background, so that these are things that are harder to change, right? So we try to align that as much as possible in the long run. 除了1对1约会，近年来本地也有更多聚会式的线下活动。2024年成立的 Never Strangers， 他们每月举办社交活动，每场都有70至100人参加，每人收费39元。参与者在活动开始前填写问卷，主办方再通过算法现场进行配对。一进场，我们就被随机分配到不同桌，自行聊天破冰。然后又玩了一场真人宾果游戏，现场气氛明显更加轻松热络起来。活动开始1小时后，配对结果也出炉了。这位就是我的第一个配对的人选。今天一进去的时候，然后就让我们填了40个问题，就配对3个不同的人。他会在整个过程中让你知道说你一定会成功配对，就还蛮有安全感的。他配对的人刚好就是坐在我的那一桌的人，然后当时其实我们还挺聊得来的，然后刚好他又变成我配对成功的第一个人。可能我觉得不是特别好的地方在于，每一个配对的人其实只有10分钟的时间可以跟他们聊天，可能10分钟之后你可以跟他们做朋友，但是很难有很深层次的连接。我也很好奇，其他参与者的体验又是怎样的？我觉得这边大家都很不错，都非常有礼貌，然后每个人都很好，也愿意分享自己。希望这个活动可以再大一点，人多一点，这样我就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接触更多不一样的人。这个活动你不能把它想象成是那种相亲联谊那样，你就当做是一个来认识各种行业的人。Online, you never know if the person is telling you a real story or like a facade of that she's creating, right? So, meeting someone here face to face, getting to know them in real life, definitely helps in understanding the person better. But the issue is still the same, like you only get to interact with them for such a limited amount of time, right? So unless you all manage to really hit it off at the start, it's a little bit hard to progress further from there. Like now there's a very popular term called situationship.
what we see is that people do take their time to figure out who they want to date. Having these social mixers or meeting people organically is kind of like reflecting that as well. It's like they don't have to rush into things like dating apps and then immediately go to a talking stage and then go into a relationship. But as much as the algorithm matching, as much as we're bringing people together, we feel like building a relationship or finding love itself, it's not as easy as it seems. If you didn't find love the first round, you could come back. There are 99 other strangers again, with new people, new pool that you meet organically in real life again. 5、4、3、2、1，看，21个25啊，一个25，一个22。刚毕业，你去当兵，去大学，差不多。21岁你不能接受？太小。我怕还在上学。OK 啊，已经成年人了。可以哈。Past 21 and finish NS。And then probably in 大学。说到 in 大学了，他还没有出来工作 ，you know？ Can 啊 ，then 可是他的经济怎么办？可以先订婚哦。我就觉得21岁已经成熟了。如果他要自己做决定，应该是他理解啦。28、21耶，又是22跟23。那大学过后嘛，他们会小男生2岁啊，但是我也是想的时候也是有点心痛哎，真的可以吗？但是我觉得如果他真的已经找到好的对象，23岁最小可以。毕业了做工刚刚好啊。那为什么儿子就可以比较年轻，女儿就要比较老才可以结婚呢？我也不懂。别怕，这个视频并没有要催你生孩子，更没有要催你结婚，只是要跟你分享2个选择提早跳进爱情坟墓，不是，是选择早婚的2对夫妻。数据显示，本地人越来越迟婚。去年首次结婚男女的年龄中位数分别为31岁和29.5岁，10年前分别是30.2岁和28.1岁。当大家越来越迟婚时，为什么他们却选择早婚呢？我最终选择这里是因为 Esplanade 是他在新加坡最喜欢的地方，也是我们谈恋爱的时候第一次真正谈我们的联络感情，就是很深入聊到彼此的理念的一个地方。对，所以当时求婚的时候，他就坐在这里，我就在这里 kneel and show her show her the ring and 在这里求婚了。我19、20岁的时候，心里就在想，25岁要结婚。因为我觉得那个 number 很顺，因为我想当妈妈啦，所以我觉得如果25岁结婚，还可以有过2年3年的2人世界，然后才生孩子，所以觉得那个 number all works out。跟他交往的时候有冲着结婚的念头，所以我21岁、22岁觉得哇，他这个男人很稳重。如果2个人有共同的想法、共同的理念，就 OK 可以结婚了。那你是什么时候决定跟他求婚的呢？那时我28岁，和他24岁，有2个部分了。第一个是我想先约他的爸爸妈妈提亲，就是 get 他们的 blessing，然后第二是想要在跟他家人在日本 holiday 的时候，就是 surprise 他了，但是某些原因他们不能去日本，但是我还是想要跟他求婚，所以等不及了。对对，所以在同样的那个日子就在这里跟他结婚。有没有任何人跟你讲说你才24岁你要结婚？好像没有，因为我们交往了3年多，所以大概多数的人，我们身边的朋友、家人都觉得是个很 stable 的 relationship， 他们也有见过他，觉得很可靠。你们下个月就要结婚了？对。对婚姻生活有什么期待？我很期待，我觉得很期待 start the new chapter。因为我们信仰的关系，所以我们连过夜是没有同居了，没有所以我们也是挺期待 adventure together， 一起出国，一起 conquer the world。然后我也是觉得，因为人生一定会有它一定的波折，但是我觉得如果2个人
we know that we are on the same team， 我们可以一起度过难关，呀，同甘共苦，觉得 OK。不只是难关啦，但是那些好的事情也是可以一起享受，一起 celebrate。虽然新加坡人越来越晚婚，但是本地男女2023年整体结婚率都上升了。每1000名15岁至49岁的未婚男性当中，有44.3人结婚，比2013年的40.5人来得多。每1000名15岁至49岁的未婚女性当中，有43.1人结婚，比10年前的36.9人来得多。那听起来愿意结婚的人还是不少的，而且当年21岁就申请预购组屋，为什么？哇！我16岁时认识他，他比我大1岁，所以他17岁。然后我们呢打假期工认识的。I think 那时候我们一起去吃午餐，然后他就说他帮我们买水，然后我们就要来还他钱，讲不需要，讲这个人好大方哦。到了大概21岁的时候，我们就想要不要去 try BTO， 因为我们已经懂我们要住在哪一区了，就刚好就有 BTO 就要出来，我们想要不要试试看？想 OK 去 try 一下。我相信很多人应该会问你们一个问题，就当时候就说你们都还那么年轻，可能认识的人也不多 ，How do you know 这个人是对的人？老公先讲。我们已经在一起这么多年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已经 understand each other very well， so 不要浪费了。有时候就是感觉就是对的，对，也不需要去说要尝试跟别人。我的家人是有讲，你们这样年轻，买屋子这些、办婚礼这些有钱吗？可以应付吗？ But 就是也没有什么反对还是什么，因为还知道我们认识挺多年了，也互相认识对方的家庭。可是如果换个角度想你们现在也是父母了嘛你的女儿今天回来，她21岁，她跟你讲说她要跟她的男朋友 BTO， 同样的场景在一起差不多4年这样，你们两个会怎么说？我会 OK， 因为好像你说他们已经认识4年了，我就觉得 OK。如果你告诉我只认识6个月或者1年，我就可能会叫他要不要等一下。跟他答应一样。我 time 我的 proposal together with the flat booking， so 不是说好像是在 trap 他啦，只是 more of a like 我们的 flat booking 要到了，人家说每次 BTO 了才求婚，所以我就讲 OK 我要 go against the flow， 所以我就是我们懂的 appointment， so I think about 1 or 2 weeks before 我就跟他求婚，因为我们 at that point 也已经在一起 for like 6年了，so it's probably a very tiring phase 啦，我们一直 look at each other， 吵架也是一定是吵一样东西 ，so maybe with a newer phase of life， 我们会有 change of perspective and can mature and start to move forward 啦。所以你觉得早婚的坏处是什么？有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以前我就是好像我的朋友他们都在玩去 party 这些，但是我在家里要抱 baby 叫他睡觉，so 那个时候就觉得为什么我也是要去玩嘛？但是现在我在很自由去旅行，他们在抱 baby。现在孩子也大了，他们都已经8岁跟10岁，我们还算挺年轻的吧。我36岁，他37岁，所以有时候还可以享受2人世界。或者如果我们2个自己去旅游的话，也没有说很担心，我们也还有精力，不会说很累啊，没有精力跟孩子玩。来，我的儿子他当兵的时候，我就是45，我们还可以communicate， and 他们的 topic 我也是可以参加，我可以去学 Gen A 的 speak 这种东西，所以他们玩的 game 我也是可以去学，我不会 find it boring。一个人负担他家务，同时要照顾他24小时，坦白讲蛮累的。他是你的谁？他是我的父母。不对，等下啊。
你不要，先暂时一下。他是你的先生？先生。看选对了吗？哎呀，厉害！我叫罗文友，今年66岁，我照顾患失智症的太太2年了。鸡蛋会拌吗？自己拌。我们其实很早就在1977年我们就认识，那么因为家里的背景很穷啊，没有钱啊，所以在学校的时候那个休息时间我都没有去那个食堂，就留在课室里面一个人。那么他经过了课室的时候，好像发现有这样一个人，所以我们就彼此对笑，然后感觉到对方的友善。后来我们就继续的交往。66岁的罗文友是一名退休军官，与他相伴43载的妻子潘彩云今年64岁，之前从事保险业。两人1982年成婚，共同养育了3名儿子，再加上4个孙子，3代同堂，其乐融融。2年前，原本美满的晚年生活却蒙上了一层阴影。潘彩云的认知能力开始出现异常。他一路来都是生性很活泼、很开朗的，他很喜欢郊游、旅行。2023年初的时候，发觉他很健忘，讲话的时候好像不顺，需要重复的跟他讲，然后他也不能够很好的做 WhatsApp， 还有做那个 email 传短信之类的，发觉很奇怪，就带他去那个国大去诊断，确定是失智症。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真的是很震惊，很失落。在我的认知当中，失智症是等于老人痴呆症，怎么会在这么年轻的而且活泼健康的爱人身上发生？所以非常非常的难以接受，非常的失落。在这里呢。潘彩云被诊断为早发型失智症，即65岁之前发病的失智症。心理卫生学院2024年公布的研究数据显示，本地约有3700人患有早发型失智症。根据国立脑神经医学院的记录，这类病例正以每年新增超过200起的速度上升。你可以跟我讲，陈在哪里？啊，很好 ，OK。他有语言障碍，就是失语症 or aphasia， 他也是有认知沟通困难啦。所以语言方面，他可能会有时候有困难去找字啊、想字或者了解一些东西。医生说这个病是不治之症，那我觉得非常难过。如果这样继续下去，只是减缓，结果还是一样。而且医生说可能这个会退步的特别快，因为它是属于提早失智，可能5-6年就可能会有生命的危险。后来通过我的媳妇说有一个 Young Onset Dementia 提早失智症协会的，给我们报名参加了之后，才认识到有很多其他的年轻的失智症者，所以感觉到我不单独了 ，We are not alone 了。然后再进一步介绍去上课，那个 Voices for Hope 10个 session 的一个课程，去认识什么叫失智症，如何去管理。希望新生课程结束后，毕业生每月都会举办聚会，罗文友带着太太从不缺席。然而，要全天候贴身照顾逐渐失智的妻子，可能比当年完成军中任务还具挑战。即使是曾在军营里训练出钢铁意志的罗文友，也会感到心力交瘁。最失落的时刻是，有时候他不听话，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不愿意吃。
不愿意做一些帮助到他的一些活动的时候，我觉得很难过啊。要跟他发脾气呢，有时候会很紧张，那么但是曾经有过吓到他，觉得内疚，不应该。去年中的时候，突然间肚子痛，肚子痛得不得了，那就去医院 A&E， 那就 admitted 咯，住院。那么突然之间就要住院几天的话，这个孩子因为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家庭工作，所以很难。虽然特别安排他们能够照顾到我的爱人，但是觉得这样子如果再一次发生的话，那当我不能够照顾他的时候，他怎么办？所以这是我忧心的一个地方。我觉得可能年纪也不轻了，一个人负担他家务，同时要照顾他24小时，坦白讲蛮累的，所以需要一个帮佣来帮助。我们每次都要强调的就是照顾者必须第一点就是要自护。I mean, they must be well so that they can have the ability to take care of their loved ones and those people surrounding them. And also, they need to have a circle of support because this is a journey that a caregiver cannot go on alone. 很多时候，观护者在照顾失智症人士的时候，往往忘记自己。他们觉得就全心全意去照顾他，但其实我觉得啦，这段路是一个马拉松，他没有一路跑到完的。从前犯罪的梦救赎。医生的建议说要3动：脑动、运动跟互动，所以安排每天都有一些活动，帮助到他的身心都能够有健康，还有再加上自己每天晚上跟他一起的读经、灵修、唱诗歌。And we go. I see your true colors shining through. 所以身心灵能够得到健康，而且活得更有意义、更喜乐一点。自己的时间其实是很少，因为我放心不下。他就算是有帮佣跟陪着他，帮佣也没有办法时时的陪他，因为他要做家务、煮饭等等的，而且那个情感的关系不一样啊。因为说到底帮佣还是一个陌生人。当一个患有失智症的人士，他的认知能力退化的时候，你想象一下啦，你每天起来，你不知道几点，你不知道这些新的人是谁，你不知道你自己在哪里，那感受其实是很慌张的。有一天他完全不能够自理的时候，需要送去nursing home嘛，那时候我会很难过，但是我也可以想，有一天可能的事情会这样发生，所以心理上有这样的一个预备了。我最近也在安排带他去那个Dementia Care Center， 1个礼拜可能3几天，给他在那边能够帮助到他减缓他的退化，然后也让他更加活得更有意识。如果我能够陪着他，那更好。最让我感觉到很满足的就是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笑，他开心。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他会跟着我一起唱，很开心的唱，然后把那个诗歌记起来。然后他特别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感恩一切。特别是我在带他看医生的时候，医生说他是不治之症的时候，潸然泪下。反而是他安慰我。你喜欢你先生吗？当然了。你喜欢他什么？跟我们介绍。不可以跟你讲的，这个是我们2个人的事，这样跟你讲就完了了。那你知道他喜欢你吗？当然知道了，不然他早就踢我出去了，对不对？你不要讲不他。我们不单是 caregiver， 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是 care partner， 我们跟他一起的学习成长。因为我们不是万能，我们不是什么都懂。OK， 好了，我们去睡觉 ，OK，
我们是跟他partner一起的走，我们是一起的生活，一起学习，一起面对，一直到终老。所以尽人事听天命，但是也不用勉强，让他去做一些他不喜欢做的事情，最后他不开心又怎么样？所以我想最重要就是珍惜彼此，那么让他能够开心每一天，这是我最大的心愿了。他们不会开黄腔，非常尊重女性，也不会说 PUA 女性。知道猫最喜欢什么吗？是它的主人。如果我去年没有去接触到乙女游戏的话，我看我现在对恋爱这种东西也是不是很清楚。很多玩家他们其实是有那种就是消费的心态，就是我花了钱，然后我来买快乐。想象一下，在另一个虚拟的时空里，有个不论是相貌还是身材都完美无瑕的男朋友，他可以随时陪伴你，懂你的情绪，让你脸红心跳。这就是乙女游戏的世界。乙女在日语中念作 otome， 通常指的是女性的少女阶段。乙女游戏起源于1990年代的日本，是针对少女而设计的恋爱游戏。玩家通过操纵角色，与游戏里一个或多个男性角色发展出情感关系。近年来，中国的乙游制作公司相继推出了《恋与制作人》、《未定事件簿》、《时空中的绘旅人》、《光与夜之恋》等作品，被誉为中国4大国产乙游，在市场上掀起热潮。2024年推出的3D 乙游《恋与深空》也表现不俗，在中国区苹果 iOS 畅销榜的下载量一度超越抖音和王者荣耀。25岁的郑丽颖在今年接触《恋与深空》，抱着猎奇的心态推开乙游的大门，从半信半疑到深深着迷。打不过，好吧，战斗失败，太难打了。乙女游戏每一个游戏角色的故事背景都写得特别的丰富精彩。游戏里面有一个就是倾诉的环节，他们都会很温柔，非常有耐心的去安慰开导你。他们不会开黄腔，非常尊重女性，也不会说 PUA 女性，就是这是现在社会里面比较需要被重视的一点。丽颖原本是个宅女，然而乙女游戏改变了她，现在她更愿意踏出家门，参加社交活动。现在呢，我正在前往恋与深空沈星回的生日派对，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线下的活动，想特别记录一下。这场生日会是专为游戏里的虚拟人物沈星回而办的，吸引大约50-60位玩家出席。丽颖从来不知道，在新加坡还有这么多和她一样热爱乙游的玩家。丽颖还使用游戏中的陪我运动选项，在虚拟男友的陪伴下爱上健身，会被鼓励到，会被激励到，因为他们那么完美的一个人，我自己本身也需要完美啊，对不对？不然怎么能够配站在他们身边呢？不过，为了加速和虚拟男主的情感关系，并体验一些限定剧情，玩家必须完成各种任务，提升游戏等级。如果玩家不愿意花费大量的时间在完成任务，就只能花钱升级，也就是俗称的氪金。我可以说是几乎天天都在充钱，天天哦，每一天都在氪30新币左右，而且这只是平日里面。如果他们有什么特别活动的话，我会氪的比较多。乙女游戏让用户不断氪金，是游戏公司创造收益的途径。不过专家说，
沉迷游戏可能导致玩家盲目投钱，最终产生挫败感，反而玩不下去。很多玩家他们其实有那种就是消费的心态，对吧？就是我花了钱，然后我来买快乐。那你没有钱，就只能往里面大量的砸时间。有时候你氪得太狠了，你就会让大家就放弃。因为我花了很多的时间，花了很多的钱，还是开不到我想要的卡牌，就会觉得很挫败。像大多数的中国乙游，主要是在手机上玩，而乙游的发源地日本则更注重开发任天堂、Switch 等主机平台的乙游。28岁的 Samara 就是专注日本乙游的玩家，他还在日本乙游的设计和画风中获取灵感，制作周边商品，在市集摆摊售卖。这些都是一些可以放在包包上的一些挂件，然后都是由我最喜欢玩的那些乙女游戏来做启发点的。我最近在玩的是 QB Parasite 共生丘比特。然后在这个游戏里面呢，女主非常可爱，她非常独立，然后她的那个事业呢很成功，然后我觉得她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生活榜样吧。个性外向的 Samara 玩乙女游戏并不是寻求陪伴，而是希望在故事情节的推进和选择中更理解人类的情感。如果我去年没有去接触到乙女游戏的话，我看我现在对恋爱这种东西也是不是很清楚。然后我自己也有画一本关于我自己的相亲的经验。当时我去相亲的时候，是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到现在这个年纪都还没找到男朋友。我还以为是我身体上有什么问题啊，还是我性格什么问题啊，什么之类的。可是因为通过乙女游戏，在近年来我发现其实不同人有不同的想法，不同人有不同的喜好，不应该自己怪自己吧，也不应该怪别人，因为不能 match 就对了。在接触这个游戏之前呢，我是一个会委屈自己的恋爱脑，但我现在几乎不会了，会为自己的立场说话，不喜欢的东西当下会马上说不。玩乙女游戏得到的那个虚拟恋爱的经验，还有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得到的真实恋爱的经验，还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很像我在问你说，你要恋爱还是你要看韩剧，对吧？你两个都要啊，对吗？为什么就得从两个选一个呢？因为一个是娱乐，一个是现实生活的一个需要。然后我觉得玩乙女游戏和看韩剧都是一种我们自我娱乐的一个方式。游戏嘛，它只要能够控制在不影响你正常生活的范围内，你玩它能够获得乐趣，那总比那些游戏全都是针对男性玩家，只满足男性玩家的需求要好，对不对？那男性玩家也有很多御宅类的游戏，也有各种可爱的女性角色去取悦男性的玩家，那么女性玩家也可以去购买一些能够取悦他们的这种游戏，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市场发展的一个过程。